大家好，这里是贵州遵义沙湾镇建设村的一座大山，在我的镜头下方呢是峡谷河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有一户人家呢独居在远方巍峨的大山上，这里啊山川雄伟，景色宜人，空气清新，鸟语花香。虽然是景色很美啊，但生活在这里呢却是相当的偏僻。正如网友所说，出门买包盐呢都需要2个小时。随着咱们无人机的飞行啊，我们一步步接近这片神秘的土地。整座大山上呢，只有这一户人家，周围广袤的土地上啊，种满了各种农作物，主要呢是玉米，种植的面积啊，估计有上百亩之多，真是勤劳的一家人呀。2年前看过我视频的朋友啊，也许会记得这里。当时啊，我实地探访过这户人家，居住在这里的是2位70后的大哥大姐。他们是这片大山最后的守村人，其余人呢早就已经搬走，森林中还散落着破败的房屋，似乎在告诉我们这里昔日的繁华与热闹。那么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留下来呢？因为这里啊山脉广阔无边，后山10几公里啊都是无人烟，简直是天然的养殖场所。所以啊他们留在这里养殖了大量的牛羊，种植着大片的土地。资源如此的丰富，但交通呢却是一大难题。步行至最近的公路啊，都需要2个小时。这样的条件下呢，买卖牲口和运送物资都需要徒步，严重制约了这里的发展。当时我记得大哥曾经说过要想办法挖通公路。这一次啊，咱们的空中到访，惊叹地发现道路竟然真的被修通了。我周围观察了一下，才发现这个路啊是从山对面接过来的。大家可以看看这条路的路线，从对面村庄的公路接壤，顺山往上蜿蜒曲折的翻过山岭，再往下走呢，包了一个大圈，才来到他们的居住地。这条路的修建啊，显然是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毛路通了呢，交通也就便利了，普通的货车和3轮车呢都能顺利进山。这样一来啊，物资和牲口的运输呢变得十分的便捷。仿佛为这个隐秘的山村啊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很多人呢是看不起山里的生活的，现在再看看这里啊，是否有些许的羡慕呢？一个家庭呀，拥有了这上万亩的山林土地资源，而且呢公路已经修通，我看到啊都有些羡慕。夫妻2人坚守大山，靠养殖牛羊，种植100亩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1年4季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他们也是靠着辛勤劳作换来了今天的成果。在这宁静的大山深处啊，他们不仅靠自己的毅力修通了公路，更是为自己呢铺就了一条走向美好未来的康庄大道。10年如一日，隐在深山，默默耕耘，最终改变窘境。试问又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在贵州的大山深处，我们发现一位地主大哥留守深山。为什么说他是地主呢？因为他一家人的荒山土地就达1000多亩，而且在山顶有几百亩的连片燕山红，现在正是盛开的季节，太漂亮了。你这儿来哪带水了哇？我从外面接过来，从外面。那天天干我就从底下去抽起来干。哦。有2边啊，现在有2斤了，再去那半斤了，斤多了，有一个大的，那有7、8斤。你这里喂了好多鱼啊？全部也是有几百斤鱼，我为了计量了，没有几斤鱼了呀。你全部有几百斤鱼啊？啊，我那边还有的，那边还有个的。那你不拿个卖了？那边还有个档啊。我在外头，我都在外头，我只要他卖他们吃的话，因为他们自己的自己来拿哈。啊，自己来拿。等于现在我们走的这一个地方，一直往外面走都是你家的。是呀，都是呀，一直下面去。种了1000多亩。反正对我估计哈，反正得1000多亩的左右。你这个一家人就1000亩的话，哎呀，上面还那么多燕山红，一家人的地方都可以干个牛区了。真的。但也如此，都是开发不出来。你看真的，如果搞成那种小景点的牛区，我觉得都可以的。那个燕山红也好看。这个山上吧，种天麻都行了。天麻1升的都有。有1升的没了？有1升的。有1升的那就可以种天麻耶。以前多得很，以前的那天麻。
你像他们去出去一天的话要找40-50斤，而且在那个杜鹃花林头种天嘛，也可以的，也好的嘞。可以噻，没问题的。人家这地方都行啊，人家办理杜鹃那边，他就是在杜鹃林头种天嘛耶。宁夏经济吧，它就是那种的嘛，它又它既保护了生态，它又它又增加了经济收入。你就像那种小条嘛，那种稻穗，它没点经济价值。那我问你哦，哥，你单身呢？你之前没找过啊？地区条件，马哥都说了，那个地区条件差点了嘛，路也弄不到，现在没得路的，都是之前没谈过啊？谈是谈过，反正我也谈了，我也说的朋友，我往家里面打，哟，他说算了，你晓得，有的大是人的这地方，他说我咋不做，算了啊，还得有啊，又那一回事。你好大年纪呢？明年就50了。50了，明年就50。其实也还年轻呢。老爷80岁看来都还有，都还年轻。你这个光的人看不到，要用飞机看。啊，如果在喂，特别是养殖和种植最适应的就是，但是我看好的还是种植，因为养殖风险还是高，养殖风险高哈。养殖的风险比种植。因为目前来看，这个交通好。你这儿交通，如果是从下面硬化路的地方通到这儿，大概好远了？2.5公里。2.5公里。2.5。我挖出来的现在是2.2的样子。哦。等于说你们从江西搬过来13代都在这边住？都在这里。耶，怪不得以前来的时候这里没人的。没人的啊，以前没人的。以前那的海龙那个团粉，我们在这去团粉那个上的。哦。团粉那天都是我们家的，后头他也老主人，晓得他那个赌钱买在啷个哦？后头把底下海龙坝上的全部收完了，晓得牛自个把人家买上啷个来耍养殖。骑哪路啊？你指我下了？就下个大弯。哦，骑这个大弯弯，2个顶点儿是啊？不，2个顶不是的。骑这个弯弯，这弯弯这里让我下来，然后骑这个大顶顶也是哈。一个大顶是，其实这里上去翻过去，就在我们那面，右手面那个大弯弯。你这个。山顶上还有几个少还有几个小山顶。但是没路你上去。哇，朋友们，这位大哥真的是太牛了！他们家是从江西搬过来到这个地方已经是13代。而且是从江西搬过来之后就住在这个大山里，他们家的荒山土地何止1000亩啊，在上百年前可能几万亩。因为他们来的时候，这一整片地方是没有任何人居住的，后来陆陆续续的有人来住，那么其他的荒山才给了别人，他们家留了1000多亩。而且他这个地方啊，山里面有非常多的中药材，包括什么天麻呀、黄金啊、重楼啊、白及啊等等，很多名贵的中药材在它这个山里面都有，简直就是一个宝藏山林。而且在它的山顶上有300-400亩连片的这个映山红，你们来看看，非常之漂亮。如果说这一片映山红是长在平原地区啊，简直就是一个5 A 景区，你们说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家的山林。他家的山林从我现在的这个镜头中，这一片映山红，左侧整个山一直延伸到下方的峡谷底，这些山都是他家的，上千亩啊，真的上千亩，不开玩笑。这个大哥家他们现在是2父子，我一开始遇到的那个老人家呢，就是他的父亲。这个大哥他们2父子呢，现在是留守在这个深山里面的，拥有了1000多亩的荒山土地。他家里还养殖有几百斤的鱼，还养有一些鸭子。最重要的是，现在这个土豪大哥他是单身的，目前还不到50岁啊，49岁。我问他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结婚啊？他说那个时代叫着过来，走这么一段山路过去，人家就不愿意来了啊，搞得就拖到现在都没有结婚。但是现在我觉得好时代来了哈，人们都愿意跑到山里面来看看山里的风景，所以啊，我觉得像他这样的土豪，现在想找个人结婚的话，是不是很容易？朋友们，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发展中药材产业，还有一种可能是把山上的这个映山红呢作为一个小众景区来进行开发，我觉得是不错的。这个地方离我们遵义城区只有20公里啊，开车过来就是1个小时不到。所以说，我觉得开发成小众景区的话，非常的不错啊。开映山红的这个山上，离最近的这个硬化公路是2公里的路程，步行的话其实也就是半个多小时。我觉得为了看到山顶的这种漂亮风景，走个2公里多的路，大多数人应该都是愿意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啊。第一个，发展中药材产业；第二个，可以搞养殖；第三一个，可以搞小众景点的开发。所以说呀，我觉得这个陈大哥他现在拥有的这1000多亩的这一片荒山土地，简直就是宝藏，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而且我们在交流中啊，这个陈大哥是那种非常直率的那种性格。我知道啊，看我视频的朋友很多人都在寻找这种好的地方，这里就非常不错。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哈。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又来到了我们贵州的大山里啊。我是从那个山垭口走过来的，步行到我现在的位置已经是半小时多了。那个山下的村民告诉我呀，翻过我所在的这一座大山，然后过去再翻过一座山，一个深山峡谷里面还有人居住。今天就是准备步行过去探访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山顶上啊，漫山遍野的都是映山红，那些悬崖峭壁上都是，而且这一整个山脉延伸过去，包括这个山顶一直延绵过去，这些山顶上都有非常多的这种红色的映山红，现在非常之漂亮。因为我还要走很远的路啊，就不在这里耽误时间了。待会儿回来有空的时候，航拍一下这个山顶的映山红啊。走到现在差不多已经走了40-50分钟，个把小时。但是今天这个路不累啊，它都是顺山走过来，而且路上到处都是映山红，一路美景啊，真的是感觉应该是已经快要到住人的地方了，但是呢又好像还有一会儿。翻过了几座大山了。大家看一下，我终于到住的这一户人家这里了，但是眼见着快到了，还得从这里下到这里去，然后从那里爬上去。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这里的整个环境，他们家就住在这个山梁上，然后看一下整个周围全是大山，这边这些大山都走不出去的，下方这里过去就是延绵几十公里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哇，这地方太漂亮了，而且我走到这里已经走了1个多小时。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一户人家住在大山之中，而且还耕种了那么多的土地，我的天，这一个山梁上的土地他们都种起来的啊，目测看去都好几十亩地啊，太厉害了。朋友们有没有感觉走到这里之后视野豁然开朗？我没有骗你们吧，整个这一片山过去延绵几十公里都是那种国家级的森林公园，太漂亮了。感觉这家养了好多狗，这今天大家看看这个整个周围的环境啊，真是很漂亮啊。这个房子就是
建在这个山梁上的。哇，这地方太牛了，朋友们！有狗咬着也不好跟大家聊天呀。这边主人家还劈了好多柴，我们走这边吧。主人家好像在这个山上干活，上去跟他们聊聊。这边有养了不少的羊，关在圈里的。然后我估计这家人呢也是留守在这里面养羊啊、养蜂啊，搞这些。这边看到没有，有一个支架，支了一些风筒在这个山上。啊，来跳耍呀！哇，走到你们这边要走些时间了。干嘛我用粪点呢？哦，我看这个山上就在你们一家人哈。不丢肥料啊？没得肥料就不丢呗。没得肥料，背起篮球的背哈。你们这儿走过来也要走个把小多小时哦。啊，是哟。背东西了就更恼火。小孩也都在外面呢。哦，就在你们两个在家里面。你主要是在这儿搞养这些哈。搞养殖也没搞养这个。哇，你喂的有好多羊子啊？也是这个样子。20个哈。喂牛没得？喂的有2个。那干不少土嘛。那这好多是这个。你不干的这个不行。那你们家的山林土地挨不到那儿多？山林土地嘛，当然到底比地下多点。有好多啊？山林？山林都有200亩，啊，土地也是好几十亩哈。我就晓得住在山里面的人就是山林和土地多。以后就是财富啊！以后这个山林那个要好。以后了噻，人都死球了。这山林那个要好，现在你这自点嘛馋的了。等你这以后的事情，你老在看到我。那倒也是。你们在这个地方住了好多年了哟，都几辈人了哈。你们家应该都喂的好几个狗哈。刚才听到声音，熬的。他肯定熬吧，有人来他肯定熬吧。你要回家吗？要对不？不要管我，不管我，你忙你。要回家给煮饭了是吧？啊，妈没吃饭了。你们还没吃饭？啊。哦。是不？叫我。你很忙哇，我是在这嘎儿耍会儿。水带的有啊，这山里面都带的有水。你们姓袁是哪个地方搬到这儿来的？你晓得不？很小的，我们也不晓得。也不晓得，只晓得在这儿住了几百人了。哎。那你年卖蜂糖应该都可以卖点钱噻。就在墙头往我头上封着也就败的，原来。哪年遭偷了嘛你就是189年。189年。哎，遭偷了他就发展不起了。你之前有好多蜂子啊喂的哟。原来有30箱。30箱。你当时没有想到去报警吗？哎呀，报警他哪给你去嘛？报警也请不到。山里面的监控也没得。是喽。几十箱蜂子就要那个都遭了真没得嘞。好吧，糖都要取100-200斤了，不止哦。糖每遭偷的时间要取30-40斤。每遭偷要走30-40斤。这胆子也是累哦。那你现在没得好多蜂子了？现在只有几箱。只有几箱。就是可能那个一偷把蜂子全部整跑的哈。是喽。你慢慢的忙哦，我慢慢的走去了。我也耍会儿嘛。不耍了，你要干。这点东西才走嘛。不，你要干活儿了，我来耍会儿就走嘞。
慢慢的嘛我。这一户人家呀，就是居住着一家3口人，儿子个在外面打工，这里呢就住着他们老2口。这个大叔跟我讲啊，他们已经在这个地方住了几代人了。他们家呢有120亩地，还有100-200亩的山林。在2019年以前呢，他有几十桶蜜蜂啊，每年的话可以卖2-3万块钱。但是2019年的时候被强盗给偷了，把他的蜂蜜偷走了，把他的蜜蜂也偷走了。哎，这个强盗也是挺让人生气的，是吧？就这样一搞呢，就把他的蜜蜂给搞败了，现在只有几桶蜜蜂。现在呢，就是他们2个老人居住在这里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就挖一挖土，种一点地，然后养了20来只羊啊，生活也算是过得比较充足。除了要去集镇上买一些生活物资之外，基本上呢都住在山里。给你们这么一片土地山林，让你们隐居在这个大山之中，你们愿不愿意呢？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全球最大的天坑村湖北恩施的鹿苑坪，这个地方呢也是全中国唯一还没有通公路的村庄，因为它就在一个巨大的天坑底啊。这里平均海拔1700米，坑底方圆约5平方公里，四面环山，崖壁构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进出仅有几条小道攀爬崖壁出山。形似一个硕大的条形天坑，这里的村民啊进出村落全靠2条腿。直到2016年，一个旅游开发商看中了鹿苑坪的天然环境，投资了3个多亿，在这里开发旅游区，为村民修建了1528步台阶，也在这里修了世界上最长的斜行电梯。这部电梯长约380米，高300米。光这部电梯的造价就耗资7000多万。2021年，这部电梯才开始正式运营，供游客及当地村民乘用。以前需要步行2小时的路，现在坐电梯只需3分钟就能上崖。这个地方为何叫鹿苑坪？这么巨大的天坑底，又怎么会有人居住呢？相传呀，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湖南常德府桃源县的裴姓3兄弟迁居到此，在山上试种湖南带来的稻谷种，只开花不结籽，意识到地势高可能不出稻谷，于是寻找可种稻谷之处，意外发现这个天坑，但无路下去，于是在悬崖上挂接36匹白布，揪着白布下到崖底，到了坑底才发现这里地势平坦，周围悬崖绝壁，飞瀑流泉，一河中流，气候温和，土地肥沃，茂林幽谷，非常之漂亮。看了此地后十分高兴，但回去的时候啊，挂在悬崖上的白布被飞鼠咬断，无法上去，而且干粮已经吃完，正在着急，忽然见到一群美丽的山鹿沿河向上而走，便跟着鹿群走出，才爬上悬崖顶。之后啊，他们便从这里凿路到崖底，在河两边开垦荒地，种植水稻与茶油，获得成功。部分裴姓人呢，开始从外部陆续迁到这里居住，后来又有其他姓氏的人们迁到这里，共同开拓这一片与世隔绝的地方。因为鹿引鹿而走出困境，所以啊，这个地方被称作鹿引坪，后来呢才改叫鹿苑坪，这也就是鹿苑坪地名的由来。直到现在为止啊，这里虽然已经是景区，但村里的人们还是沿用着几百年前的耕作方式，自种茶叶制煮酒，用木材烧火做饭，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如果是你，愿意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要带你们去羊皮洞看一看哈。很多人都不知道，羊皮洞的上游在这个下边洞穴之中是有露头的。从这面崖壁下面的这个山洞呢，就可以顺着水流
可以走到羊皮洞的一个出口。那么整个这个长度应该是有1-2公里啊，非专业人士就不要去挑战啊。我们可以从空中整个俯视角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崖壁离羊皮洞的一个距离啊，大概直线距离在1公里多一点这个样子。但是在里面去行走的话，肯定是好几公里的路程。这一面崖壁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漂亮。那么这个羊皮洞的水呢，从这个洞里面流出来，然后从这个洞呢再流进去。但是我们无人机的视角也看不到，可能是暗洞吧，只能从这个地方呢能够听到这个山洞里面有水流的一个声音啊。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羊皮洞的停车场，看一下这边他们好几家都搞了这个停车场，然后车停在这里呢是15块钱一天，走这边这个小道呢就可以步行下去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找不到的问题，你走到这儿呢都是大片的这个停车场，然后走这一家啊这个小道过去，沿着这个山体过去呢就去羊皮洞了。当然这个整个路程可能是需要走很长时间啊。现在来羊皮洞呢是有2个路线啊，第一个路线呢就是走我们这边，但是你需要走很远的路，一路的风景非常好啊，整个对面都是崖壁，这边我们要过去的呢也是大面积的这种崖壁，我们相当于是要从这个崖壁角的地方啊一直往前走。路上的风景也很漂亮，但是这个路也比较难走，对吧？如果你是喜欢徒步的，那么可以走这条线。假如说走路不太方便，然后呢又想去羊皮洞看一下的，那么你们就要走另外一个地方，可以走到那个车开到对面有个白房子那个地方吧，大概，然后可以坐船啊，从这个河道进来，然后中间这个地方呢就可以走路到羊皮洞，就很近了。所以是2个路线啊，想走路想看这个山川美景的，那么我们就走这边；如果不想走路的，那么就走河道坐船进来，它是2个路线的。现在的这个路比以前好走多了，以前我们来的时候那个草都是长在这个路上的，现在走的人多了嘛，然后这边还放了垃圾桶，所以说现在应该是要好走的多啊。大家如果说不怕走路费劲的，其实是可以来走一下的，比以前要安全多了哈。以前这个路不好，没有这么宽的这个路啊，都是这个草啊、那些树啊、竹子啊覆盖着，所以你走起来比较困难。现在因为走的人更多了，这个路呢就走的看吧，这么宽敞，就比较容易了哈。现在大家来这里可以不用带吃的喝的了，你看这里有人搭棚在这里卖东西，有卖土豆的，还有卖水的什么的，大家就不用大包小包的带着吃的东西啊、喝的东西到这里来，然后呢那些瓶子啊什么的又不带走，在这里污染环境啊。这边咱们马上就到羊皮洞瀑布的位置了。今天的这个羊皮洞应该会非常好看，因为前天晚上的时候，据他们上面停车场的村民讲啊，下了大雨，所以说又过了1天，那正好涨水的那个浑水呢又过去了，那现在的水呢就比较清亮一点，那可能我们今天来的时机比较恰当啊，会看到非常壮观的这个羊皮洞瀑布。哇，前方已经看得到一点了，真的非常漂亮啊！今天整个那个洞口是布满了这个瀑布流下来，不像以前，也不像那种特别澎湃的那种浑水的那种羊皮洞啊，愤怒的羊皮洞，对吧？也不像那种只有2、3吊瀑布流下来，看着比较单一。今天的羊皮洞确实是非常的美哈，来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这个地方称为羊皮洞呢？就是以前当地的村民有经常看到这个洞中会冲一些羊皮出来，也有可能在古代的时候，这个洞里面居住了很多人，因为里面是有很多棺材的嘛，所以呢，可能是这些原住民他们有一些动物的这个皮啊或者什么的丢在了洞里面，一旦在这个涨洪水的这个季节呢，这个水位的上升呢，就可能把那些动物的皮呢给带出来了。有人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些羊皮被冲出来，所以呢就得名为羊皮洞啊。
今天确实是非常的美哈，我要到那个瀑布下面去装一下。这里有好多人在这里拍照打卡，看到没有？那里占了一大片，这边也占了一片。因为是前天晚上这个地方呢刚下雨嘛，下雨完了之后又涨一点水，所以说现在这看起来是非常壮观的时候。那么多人走在那里去拍照，我也要去试一下，好吧？现在我又站在这个最高的这个石头上哦，在这个石头上拍照打卡的话是最爽的。这个雨雾啊，从这边不断的飘过来，拍打在脸上，非常的凉爽啊，夏季会非常的爽。不过呢，大家到这边来玩呢，是要注意这个安全问题啊，因为在羊皮洞来玩耍的以前已经出过了一些事故，所以说大家要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才到这个地方来玩耍。而且这个边上这些石头上呢都是非常滑的，它有那种青苔。你穿的鞋如果说是很滑的那种的话，那么还是建议不要随便来这里。还有一个，有很多朋友呢不太了解这个大山里面的这种天气啊，尤其在这个夏季快要到了的这个季节啊，在我们这些深山峡谷里面呢，经常会有那种比较极端的天气。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看着可能是晴空万里无云，对吧？但实际上这个峡谷水源的这个上游呢，很可能在下大暴雨，所以说会短时间内涨比较大的洪水。这个时候如果你太靠近水源的话，就非常的危险。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啊，行走在这些山水之间，特别是这些很深的峡谷的地方啊，大家一定要随时注意这个上游水流上游的这个变化。虽然说风景很美，但是我们的人身安全也很重要，对吧？像羊皮洞呢，我是几年前来过的哈，那个时候来呢，真的是比较杂乱脏，到处都搞得挺脏的。这一次来呢，就感觉很好啊，没有看到有什么的垃圾，然后路上呢，可能当地也摆了一些这个垃圾桶啊之类的，整个路道看起来非常干净。这个生态环境呢，是需要大家共同的去维护的，所以说大家来这里游玩呢，一定要文明一点。如果说有垃圾呢，自己尽量还是把它带走，不要来破坏了我们这个羊皮洞这么好的风景，大家说是吧？这个地方呢，真的是难得一见的那种野外美景啊，而且呢，并没有开发。我们来到这里呢，只需要在山上的时候花15块钱的停车费，把车子停在上面就可以了。整个这一路下来，就看这种山上的这个野景，非常的漂亮，而且不需要任何的门票啊，朋友们。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啊，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准备爬山回去了，回去得1个多小时，非常累的哟。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贵州的大山里啊，行走在乡间小道上啊，这个地方环境很好。在这里呢，发现了一个特别奇特的建筑，就在我对面这个山顶上，貌似建的是一个养殖场，旁边呢有一个崖壁高高翘起。我觉得这个地形呢有点特别，养殖场建在山顶上比较少见。我用无人机飞过去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地形。咱们无人机飞过来之后啊，发现这个养殖场已经是废弃了，而且这个建设的规模还比较大哈，整个山顶上啊都是建的养殖场。为什么又荒废了呢？那今天阿泰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形，养殖场建在了山顶上，整个四周呢都是空落落的。通常这种地方啊，一般都会作为建寺庙来使用啊。建房子建在山顶上是比较少见的。农村建房啊，都讲什么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对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它的左侧这个青龙山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大，但这个山呢是主龙脉山，也就是说
建在这里的这一户人家，他想去靠这个青龙山呢是比较难的，但是它的右侧是白虎山，而白虎山呢正好是入头的。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宁愿青龙高万丈，不愿白虎抬头望。这个地方的白虎山是抬头的。那咱们再来看这个建房的位置。那么整个房屋它是建在山顶上，这个房子的后面呢，它是一个低下来的一个垭口，也就是说这个房屋的后面整个是空的。在后面的这个山呢，其实它也靠不了。那么这个养殖场它建在山顶上，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用水问题。对，这确实一大问题。这个地方铁定是没有水的，它的水源是要从后山来，对吗？而这个地方呢是在山体的中上部，而且呀上面还住有那么多的人家户。你想一想，我们的用水肯定首先要满足居民用水之后才会给到养殖场。一旦遇到大天干的情况下，这么大的养殖场需要大量的用水，这个用水一定是个大困难，大家说是不是？那么再跟大家说一说最后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养殖场后山呀住了非常多的人家户，而这个养殖场是建在了后山这些所有住户的向山靠台之上。你想一下，养殖场是一种什么地方？肯定是不怎么干净的，对吧？而这个看台实际上呢是后面的大多数人家户的一个出路，明白吗？你在人家的出入看台上建一个养殖场，我觉得这肯定是不太妥当的，大家说是不是？以上我的分析纯属胡说八道，大家不必当真啊。那么朋友们，这个养殖场为什么会荒废呢？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说出你的观点。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啊，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贵阳开阳的大山里啊，今天要带你们去看一个特别像世外桃源般的地方。这个下方呢有一条江叫做清水江，我是需要爬到那个崖壁上啊，向对面看呢才能看到那个地方。这儿呢我来过一次啊，待会儿我到那个地方看到那个场景呢，应该很多朋友就知道了，是不是？我现在是要从这个位置爬山，然后爬到那个崖壁上啊，再往对面看呢才能看到那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就是上这个崖顶的唯一的一个小道，那么可能是之前老百姓砍柴的一个路道啊。我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呢？是通过三维地图，大致的可以判断出只有这个上边的小山头上才能看到我们想看的地方。所以说呢，通过三维地图加上这个定位啊，才到这里的。刚刚我就是要开车经过那一片松树林，拐弯之后呢到这里，然后从我这个下方爬上来。这个地方呢已经像是原始森林的感觉，因为公路上基本上没什么车走了，所以说呢很少有人现在会踏足这里啊。只要到达这个山头上，我们就能很清楚的看到那片世外桃源般的地方，真的是非常漂亮啊。每当我要走这里来的时候，都会走这里来看一看。看到没有朋友们，就这个地方。哇，现在这个清江怎么会矮下去这么多呀？比我上次来的时候矮下去了一半。我们所说的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太漂亮了，是一个在半悬崖养殖娃娃鱼的地方。这个地方人根本就去不了，只能是坐船啊。而这个清江河道呢是没有船行走的，所以说我们基本上去不了。而且这个主人家呢，他好像也是隐蔽在这里吧，不太愿意有别人去参观。所以说呀，想要看到他这个地方呢，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其实是唯一的观测点。你们看一下，每个山上可能都没有我这个位置好，因为我这个位置呢也是最好上来的地方。那么就是把车停到这边啊，这边山下有一个公路，对吧？停到那个地方呢，从这个山上爬上来就可以了。其实不要很多时间
只要差不多5、6分钟就能上来哈，非常非常的近，真的是我认为最像世外桃源的一个地方哈。我们现在用这个无人机飞过去啊，给大家近距离的参观一下。现在这个清江河的这个水位啊，感觉比我上一次来的时候低下去了好多，最少也是有个5、6米的一个高度哈，有可能还不止。什么是世外桃源，朋友们？就是别人去不了的地方，只有你能去。你说它这个地方，如果你不坐船过去，你到哪儿也去不了啊，因为整个养殖场的四周都是悬崖峭壁。仿佛这个养殖场就是镶嵌在这一片崖壁之上的，真的非常的壮观啊！整个我感觉看着这个地方就比较惊叹啊。我们可以看到它养殖场这一片的周边全部是崖壁，只有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土堆，那么正好上面呢，它建了这个养殖场。哎，你说这个有时候天时地利人和很重要啊。很多老板啊，就算他发现这个地方，他也不见得会想着在这个地方建养殖场啊。对不对？因为只有这么一点地方嘛，而且下方都是土堆，没准经过若干年以后呢，不断的这个瀑布的冲刷，可能泥土不断的流失，或许再过个50年、100年，这个地方有可能都不存在了。大家说是不是？我们看到这个江边这里啊，有一艘小船，这一艘小船呢，就是这个养殖场进出的唯一的工具了。我们注意看啊，这个小船的边上还有一个楼房。上一次来的时候是没有的，全部被这个江水淹没的。你看现在这个江水的下沉啊，这个楼房就显现出来了。这也就是以前住在江边的人的房子啊。或许啊，这个地方在上百年前就有人居住。那么也有可能这个老板呢，他本身就是居住在这里的，或者说居住在这里的这一户人家是他的亲戚或朋友，要不然也不可能找到这么绝佳的位置来做这个养殖场。这个养殖场里面养殖的呢是娃娃鱼和中华鱼，娃娃鱼呢是养殖在这个盆子里面的，外面的这些池子里面，它养殖的就是中华。哇，这个水质啊真的是太好，养殖出来的这个中华鱼，别说那口感肯定是非常非常好吃。不过很遗憾，它这个地方养殖出来的中华鱼也好，娃娃鱼也好，好像都是出口到国外的，我们就无福消受了。我就问你们吧，这么绝美的地方你们喜不喜欢？我要是拥有这么一片地方的话，那就真的是太爽了。人鬼同屋，你听说过吗？眼前的这座神秘山寨被称为天下第一土家寨，它建在一块巨石之上，四周都是绝壁，顶部平坦开阔，水源充沛。过去在这块巨石之上曾经生活过5、600人，犹如世外桃源一般。大家从空中看，榆木寨的地形像不像一个点将台？在这座寨子里有2座庞大的墓葬群，代表着那个时代的财富和权势。其中有一种独特的丧葬习俗，叫做人鬼同屋。这里是榆木寨，位于湖北利川市牟道镇，重庆与湖北的交界处。进出这里只能通过一条几米宽的掩体山梁进入寨子，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现在呢来到了进入榆木寨的这个山梁上，我相信从空中的视角，大家能感受到这个地方是一个薄薄的山梁。这边雕刻有榆木寨的字样，这一面崖壁上有一些孔洞，应该是插木头做吊桥用的。或许以前为了御敌，在寨楼前方设有吊桥，除了村民通行，还作为第一道防线的用途。不过现在已经看不到原来的面貌了。眼前这一座就是榆木寨的寨楼，寨楼修得非常结实，楼上的方孔应该是预留的射击孔，在这个地方把守啊，两边都是悬崖峭壁，还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寨门也非常的厚实，在冷兵器时代有人把守的情况下，想要攻破此门谈何容易。通过寨楼往前走没多远就到寨里，榆木寨居住的全部是土家族人，至今还有20多户在这里居住。这里有人鬼同屋的习俗，他们崇尚厚死薄生，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己可以在艰苦的环境下生活，
但对于死去的先人则要厚葬。他们认为先人可以庇佑后代，因此榆木寨中最神秘的就是古代的墓葬群了。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橡子木和双寿居，一个代表权势，一个代表财力。其中双寿居就被称为人鬼同屋的代表。今天就带大家去看一看这两座神秘的墓葬。穿过寨子左侧的一片松树林，我们就来到了橡子墓。该墓为土堆墓，占地约60平方米。墓前刻有同治5年的镂孔雕圆弧形墓碑，碑高3米，宽2.8米，上面刻有主人姓名、生卒和人物细纹形象浮雕。橡子墓是榆木寨墓葬艺术的典范代表，它的寿葬碑是3箱3层4柱的楼阁状，最上层是一个方形的龛顶，4角翘檐，象征着墓主人的身份不一般。第2层主体为神龛，上边刻有皇恩宠赐的字样，四周是双龙抢珠的透雕装饰，神龛内外布满浮雕，非常的漂亮。底层是正拱门通向墓室，两侧刻有千秋功名成语录，一生笑傲寄烟霞。墓主人橡子因乐善好施而被朝廷赠赐9品封典，官虽不大，但名声显赫，是当地权贵的象征。离开橡子墓，我们来到了寨子上，看到2栋超大的4合院，但并不清楚这是什么建筑。走到下面，遇到一位老人家，非常的客气。他告诉我，这2栋4合院是之前大地主住的地方，也是寨子里最有钱的人。后来被赶走之后房子就空下来了。当然，现在被作为文物保护起来了。老人家非常客气，告诉我他家就住在这里，偶尔有游客来，也给游客做饭。言谈之间，我也有一些饿了，就叫老人家给我煮了一碗面条。他还专门去地里采了自己种的小青菜，别说这面条真是好吃，我一口气就吃完了。老人家很讲究，房间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不过老人家也跟我聊了，说外地游客到乡下来看到我这一老太婆煮东西，怕是好多人都不敢吃哦。我说你放心现在的人都很好，况且你这么爱干净，人家肯定是愿意来的啦。大家说是不是？告别了老人家，我们来到了双寿居。没错，这里就是人鬼同屋的地方了。该墓是墓主人生前修建，1866年开始修建，1869年完工，耗时3年多才修建完成。双寿居为院落式墓葬，有廊有院，共3门2进，占地100余平方米。穿过侧门来到墓碑前，就能看到双寿居了。这是2位老人合葬的墓，从上面的双寿居字样就能判断出来。墓地紧挨着屋子，俨然一座小型的宫殿。碑上雕刻的一部分是忠孝典故，一部分是本地风物。墓碑雕刻非常精美，碑分3层3箱，底层嵌镂空雕，上层刻防狼物语、龙凤花草、人物细纹，共90余件。每到逢年过节子孙都会把饭菜摆放在墓碑前，和祖先共饮共餐。这一户主人为何要修建这人鬼同住的墓地呢？听刚刚煮面给我吃的老人讲其实这家人在当时来讲并不是很富裕，只是一个富农。大家知道吧，按以前的分级富农上面有半地主富农，上面呢才是地主，所以说富农比地主是要低2个级别的，并不算富有。只不过墓主人本身就是石匠，所以才修建了如此豪华的墓室。当初把墓地修建在房子边上呢，或许是为了更方便作业，也说不准。怎么样朋友们，如果让你来居住在旁边的房子里，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呢？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就只能带大伙儿逛到这里。榆木寨还有山阳关、亮梯子等等古迹，距离寨中都比较远，而且路不好走。据说亮梯子是一根一根的木料插入崖壁孔洞中，做成梯子，逐节攀升上崖壁，犹如云梯一般直上天际，脚下就是万丈悬崖，没有任何的保护。
非常需要胆量才敢来行走啊。如果你有兴趣，可安排一整天的行程去挑战一下。我是阿泰，关注我，带你看遍乡村美景、人文风情。中国基建真的是太牛了，朋友们！这里是渝湘高速复线的控制性工程，我身后这座大桥就厉害了，它是世界在建最大跨境双跨连续拱桥，2个拱分别跨越下方的2大峡谷。我就问你们牛不牛？在同类型桥梁中，只要建成，它就是世界第一。下面我们从空中航拍的镜头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超级工程。今天我们来到了重庆涪陵的816地下核工程。在2002年之前，没有人知道山上这根150米高的烟囱是干什么的。上世纪60年代，国家决定在大后方西南地区建一个核工厂。经过多次考察论证，选址在重庆涪陵的白涛镇。1966年，6万多人接到这项神秘任务，随后消失在这大山之中17年之久。为了保密，白涛镇的地名也随之从地图上消失20年。为修建该工程，整座大山被掏空，整个洞内错综复杂，轴向叠加全长有20余公里，
完全隐藏在山体内部，主动厅高达 79.6 米，道路、岛洞、支洞、隧道以及竖井130多条，犹如地下迷宫。钢筋编织的墙体非常的坚固，可以预防100万吨当量氢弹的冲击，还能抵抗8级地震。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洞建筑。2010年作为景区开放，一个埋藏在地下50年的秘密才被世人所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816工程为护国而建，又因和平而停，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记忆，也留下了永恒的中国精神。这边就是地下816工程的一个入口，虽然我也不太了解啊，不过不妨碍我带你们进去参观参观。门票呢是60元，如果你有机会来重庆，建议大家都来这里看一看。进入这个洞口，我们需要乘坐摆渡车从这个溶洞往里边走，大概呢有1-2公里的一个路程。那么从我们刚刚坐车进来，它是一个大平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主为地表层，地表下呢是有6层，地表上也有6层，总层数是12层，但是它的这个层高呢是我们现在住房的2倍，如果换算成现在的楼房的高度，那么就是24层楼的高度。现在呢我们就往地下层去看地下的这些核设施。在我们前方的就是9号的引水洞。9号引水洞长3公里，是整个工程的供水系统，主要作为冷却用水，供给反应堆3回路使用。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座核工厂建在乌江边上的原因，因为它的用水量是巨大的。这个呢就是1:1仿制的我国1965年爆炸成功的第一颗原子弹的模型。这个房间里是816工程的一个展厅，来这里大家可以详细的看。101工号是816工程的最大洞室，也是主反应堆所在地。按它的工艺流程，上下共有12层，其中核心区域是3楼反应堆锅底，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锅底上方呢有很多的小圆孔，一共是2001个，是安装核燃料棒的插槽，与8楼反应堆的堆芯2001个圆孔呢形成一一对应。反应堆经过中子的碰撞与能量交换过后，会产生3种物质。核反应堆一旦运作起来，它的核辐射是非常强大的，一旦核反应堆出现状况，那么人要全副武装，经过这个小门进来进行检查，而进来所待的时间最多就30几秒，立马就要出去，而出去的人呢，基本上也是活不长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101的仪表室，这里面的仪表总共有1034块。你们知道吗？在60、70年代，人们的工资一个月就几十块钱，而这一块表的价格就1000多块。现在我们来到的是8楼的反应堆大厅，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亮管的下方这些圆孔？它跟3楼的反应堆锅底上边的那些孔洞是一一对应的。也就是说，整个中间这一个区域，它从第1层到12层全部是贯通的。这个顶上呢有2根大梁，
这2个大梁呢，就是用来吊装下面所有的设备，而这2根大梁每根的重量都是100多吨，直到现在为止也没能搞清楚，在这个狭窄的空间100多吨的大梁是如何安装上去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排风洞，整个山体的内部通风全靠山上的一个烟囱，就是通过这些排风孔跟上面的烟囱进行相连。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冒那么大一个烟囱会不会被敌人发现？这个呢，就是当时他们选址的一个玄妙之处。首先在重庆的山城啊，本身就是雾天比较多，而这个地址选在乌江边上，就更好的起到了隐蔽的作用。但如果说在晴天没有雾的情况下，实际上在洞里面是可以人为的制造水蒸气，让整个山上呢布满迷雾，外界呢就没有办法查看到这里的情况。整个工程的建造真的是让人惊叹不已啊！先辈们的流血流汗，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致敬伟大的先烈，致敬伟大的祖国。好了，朋友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下期再见。大家好，现在我在湖北利川蒙道镇的唐田下这个地方。这个下边呢有一个洞穴叫罗家岩洞啊，有一户人家呢居住在这里面好多年，现在呢好像是没有居住了，不过我们下去探访一下啊。看一下这边这些土地也都是全部荒废的，然后长了很多的茅草啊。这个岩洞人家应该是还在下面吧。我从这个上边下来，经过那几个废弃的房子人家，然后再经过这一片茅草的林地，是吧？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小道，继续的往这个下边走。我估计这个岩洞就在这个位置啊。这个地方环境真的非常漂亮，看一下对面的这些山啊，特别美的一个地方，这隐居的好地方啊。这一路上去全部是这种石梯，他们当初装这个石梯的时候，我觉得也挺费劲的吧。哎，走到这里之后，发现有一道门，这地方感觉好复古啊！来来来，朋友们看一下，像一个山寨门一样啊。走到这里之后，哇，这个地方真的是世外桃源一般呀！怎么会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太美了哈！但是这个悬崖有点高啊，步梯比较陡。这么漂亮的地方怎么会搬走了，不在这里住了？我有点搞不懂啊！住在这里多爽！到了吗？是到了吗？好像是到了哈。哇，这个地方啊，这户人家搬走了，是不是太可惜了？上边还有水流下来啊，雨大一点的话，可能还会变成这个瀑布，是吧？一片竹林，这里一片竹林，继续过去，可能还在前边。这个地方真是有点漂亮啊。它这里的地形地貌感觉有点像赤水丹霞的那个地貌。就是这个房子，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好阴凉，然后门前都是大片的这个竹子，哎，到这儿来看一下哈，这边有2个小的这个
猪圈、牛圈。那么那个地方呢，就是住人的。这个上方呢，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屏障。那么房屋呢，就建在这个沿墙的下边，而且房屋都没有顶的，可能是拆掉了吧，以前可能有顶。它这个地方啊，主要是这些步道都搞得很好啊。离上面的公路大概是1公里左右，但是它都是铺上这种石梯的，所以说我觉得还挺方便的了，生活在这里。走上去也不远，大概就1公里左右就可以到公路，对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啊，它就是镶嵌在这个岩壁的下方啊，严丝合缝。你看这些地方严丝合缝。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呀？这个房屋全部是泥巴做的，也就是土墙。可能你们看到那些是砖，但那个砖呢，也是泥巴来敲成砖之后呢，把它晒干，然后再这样把这个房子做好的。所以说它整个房子的结构就是泥巴啊，加上一些这个木料。这边呢就叫做罗家岩洞啊，还是历史建筑，应该是超过100年了。这个地方啊，个人感觉真的很不错，适合隐居的一个好地方。住在这儿非常的清静幽静，然后上方呢还有水滴下来。现在因为是干旱的季节嘛，如果说在夏季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水门帘哈，妥妥的一个水帘洞的居住所，非常的漂亮。这个就是他们喝水的水缸，看到吧？这接得满满的，然后这水源就从这个岩洞里面流出来，这就是他们喝的水。这个水真正的山泉水啊，绝对是超级好喝的。这里挨着一排都是水缸，但目前用的喝的水呢，就是那口水缸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放了两块这个石板，这儿呢就是洗衣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石头上呢都有点光滑啊，估计就是一个洗衣台，长期搓衣服。这里是一个迷你的小猪圈，这个猪圈搞得像古建筑一样的，看吧，很小一间啊，我感觉猪长太大了，都有点转不动，都是喂猪的。这里这几间都是喂猪的，感觉以前他们家呀，应该是养了好多的动物吧，养的猪啊、鸡啊。现在我们都还可以看到地上有好多的鸡粪。这边呢放了2个石磨，这是磨粗粮的，一上一下2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农村的这个石磨不用了之后，你要好好的给它放好，不能乱扔的啊。这个地方虽然说叫做罗家岩洞啊，但实际上住在这里的这一户人家呢是姓王。我刚刚从上面村民那儿了解到，我也问了村里面70、80岁的老人，他们也说不清楚这个地方建了多少年了。以前居住在这里的人呢，就是一家8口人，是姓王，不是姓罗。虽然这个地方叫罗家岩洞啊，也有可能在王姓之前是姓罗的，对吧？我在这儿转了一会儿了，我发现它这个大门建的比较特别啊，它是歪着开的。我们普通的大门啊，正常建房子的大门呢，它就是正开的，对吧？而它这个地方呢是歪开的，不知道这个有什么讲究没有啊？你看大门的一个位置，它这个下方的石头是侧着摆过去的，这个地方留出来了，我看大概有1.5尺的这么一个位置，然后把这个门呢给它斜着开的，这就正儿八经的是一道歪门。那么为什么建房子要用歪门呢？如果说在一些大一点的古村落啊，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歪门斜道，它的那个目的呢，可能是预防别人啊一眼就看到他家的中堂，或者说是冲的那种感觉，对吧？但是一家人住在这个岩洞中，这个门也是歪着开的，这我就不知道怎么去理解了。大家有没有明白的？它这个门为什么要歪着开？这边这2间是堆杂物的，
这个位置好像可以走进去一下，让你们感受一下这个房屋的进深啊。其实它的整个宽度很大的，这个里面都很杂乱了啊，东西都堆得乱七八糟的，包括上面的东西也坍塌了，所以整个已经是荒废了好多年了。那我们说了，它这个是进深是2间，你看。所以说整个进深是比较长啊，这地方也是以前养牛的。那么大概整个房屋从这个外面这个大门这边开始往里面延伸呢，应该是10米啊到10多米的这么一个进深的空间。我觉得这一户人家居住的地方真的非常的舒服啊，在这里住了上百年的时间。最近几年又搬走了，我觉得挺可惜的。假如说是我的话，我肯定不会搬走啊。大家有没有人喜欢这样的地方居住啊？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哈。想来看一下的也可以来看一下，真的是特别适合隐居和清静的一个好地方啊。如果说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生活，想要来大山感受这份宁静，这个地方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好了，朋友们，本期的视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啊，我要爬坡了，下期再见，拜拜。在湖北恩施的交谊台村，我们发现了一个最像世外桃源的地方，这个地方被称作独家寨，顾名思义，就是一独户人家居住在这里。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边哈。据说要到那户人家去探访呢，需要穿过清江古河床，路上呢会看到非常漂亮的风景。走吧，大家跟我一起去探访一下。应该是从这个洞里面穿过去，我都听到里面有声音了，因为来这里玩的人还挺多的。果然啊，要去到独家寨还要穿这么一个溶洞，经过这个溶洞穿过去，然后才到独家寨。这一堆的这个石头啊，也是这个溶洞的顶部坍塌，然后在这个地方堆积的。这个平的地方呢，就是若干年以前的这个河床啊，河床。我估计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会到这个里面来乘凉，太凉快了。因为它是穿洞，这个整个风呢是对流的，所以在这个下边待着会非常非常的凉快。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穿洞的顶部啊，是非常的光滑。能够感受到上亿年前这个河水的冲刷呀，所以说呢，整个穿洞的顶部看去很光滑。哇，这个穿洞里面真的是太凉爽了啊！夏季乘凉绝对是一个绝佳的地方。下面又非常的平啊，我们目测一下，应该有好几亩地的一个面积。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全部是溶洞。我刚刚从那个洞口出来。然后这儿呢，又有一个洞口。这个穿洞是过来穿过的第2一个山洞，是这个样子的。你要是在远古时代啊，这些缝隙里面绝对是有大鱼的。看一下，像这个洞底的这些地方啊，一看的话就知道是以前的这个河底啊，淤泥上面都是淤泥，对吧？河流慢慢的下迁的这些淤泥呢，不断的就流走，所以说就留下了这个石腔，啊，非常的震撼啊！继续的向前走吧，应该离独家寨越来越近了。我觉得夏季的时候，大家可以来这里避暑，并且可以在这个
穿洞的下面搭帐篷，在这里住个几天也是可以的，因为真的太凉快了啊。穿过这个古河床啊，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独家寨。这户人家就住在这个岩壁之上，看一下后面来的这个形状，像不像一条龙？然后这里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峡谷，里面的水也深不见底啊。然后应该是从这个地方上去就到独家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你们就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几边都是悬崖峭壁，他居住的地方呢也是悬崖峭壁之上，正好在住人的地方啊，它是有一大块的平地啊。我们走到这儿呢，这里还有一个石头砌的这个房子，这个干啥的不知道啊。房屋很小，可能只能躺一个人吧。那从这个步梯上来呢，就是独家寨了。看到没有？这里还挂有一面旗帜，独家寨。有没有感觉像以前的这种土匪寨子一样？住在这个上面，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正好进寨的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洞门。那么上面一道门一关，你到哪儿也上不去啊，从哪个地方你也上不来。这个地方真的是。你们几个来了多久了？有1个多小时。我们从11点等到。啊，你们是学生是吧？对。我刚刚正好在上面看到你们了。哦，那个无人机的无人机不会就是你吧？对对对。哎，大哥，就是能咋的呀？就是要一点，就是那个你无人机航拍的那些素材呀。你加微信，到时候我发给你。好。太好了呀！哎呀。您是不是摄影爱好者，还是您就是自媒体？摄影自媒体，帮人家做业务都在做。哦。你们是学什么专业的？我们是广播电视编导的。对，就跟您一样。那你们出镜讲呗？你们要不要采访？我们也是要采访，我们这次只是提前来踩点，对，我们下次才是正式拍摄。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上边，走到这个门口，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一整大片的土地，这土地我目测一下，应该是有好几亩吧，3、4亩左右。那么它的后山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屏障一样的，很高啊，人员是进不来。这个房屋的两侧都是峡谷，整个前面呢是包裹住的。它这个房子呢，它是反向建设的，也就是说在这边头部的位置还是高山，所以说住在这儿挺安全啊，三面绝壁，也是一个天然的屏障。吃饭没得是？没有啊，我讲话你听得懂啊？你讲话我听不懂的。你一个人在这边啊？啊。哦，你在这个地方住了好多年了哦？50几年。50几年。你好吧，都才50几岁吧？58了。58了，从小就在这里。啊。那现在你们有几个人住在这里呢？现在就是我和父亲嘛。你们家贵姓啊？我姓秦的。秦。秦始皇的。秦始皇的秦哈。你们当时啷会想到搬到这儿来住啊？这儿挺不方便的呀。那过去是很偏僻嘛。过去哈。逼起来的嘛。逼起来的。我们原来那边条件。7年。哦，房子烧掉了。没当着做了。哦。都说98年我是想的，我收的你看现在收狗狗，那时候挣了4000多块钱，包包头那个是活些。哪个时候4000多块钱哦？哦，那是什么？一晚上给老子搞起跑掉，当时那下去那搞死的，拽死一个闪一个，后面跑出一个。一说有人来抢你。按这3个我只跟你也差不多，3个。哦，晓得你有几千块钱。我弟弟有去分的噻，他说什么？那时候不说，那时候我不算穷，随时的一个家庭的还是，那个时候有几百块钱赚到还是不算不错的。那个时候有几千块钱是不得了了。哦，那个是几千块钱，真的相当于现在啊10几20万了。对，当时你这个房子为啷个不修在那头修在这点呢？有啷个考虑啊？他那个时候那里有家人活，他那时候反正他解放前个都大，年轻几个人住在那里。
这个下面的这个水有好深啊？有20-30丈啊。20-30丈，有鱼没得？有啊，我过年都在去钓啊。大个呗。大的还有20-30斤的。钓到过没得哦？我都钓个10大斤的。那我也是亲自看到别个，看到猪儿啊、月猪儿那个长条。这个称头中我在我眼那接的时候，没洗手的。你的地方你等他钓啊？啊？你的地方你等他钓啊？那个是国家的噻，又不是我私人的。哦。你几个小孩呢？单身哪里有小孩了？小孩了，现在。你是单身？啊。人长撇的，你条件也差，地方也坐得撇，那个时候，他就是这样噻。那你们父母亲都在吗？母亲一楼的。哦，父亲在。哎。你现在就是你们两父子。哎。那你家兄弟啊？兄弟在土城。啊，他搬出去了。他住小二，到那个姑娘都该22、23的。哦，等于这边现在就是你们两父子住了嘛？啊。那你现在也可以找个老伴了。这事情也还真难受啊。咦，你想不想找？那问的人多得很，然后走啊走就该走脚打，他个就是脚板儿先个走脚打，走牙打。我看你这个人相当不错，我觉得也有可能有这种了。我们这视频发出去之后，有人问了，你只要说你是单身的话，有的朋友啊，可能担心他这个地方有没有水吃，实际上是有水吃的。就在这个崖壁的下方，这里有一个存水的地方，我们到这里来看一下，这里面有这么多的水，然后它这个整个地方呢，就像一艘小船，房屋的后面那儿凸出来了一点，整个后面就是大崖壁。这个后山啊，也是比较陡的，这一片地呢也有7、8亩地，环境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我就跟大家说了，这是我见过的最像世外桃源的一个地方。据这个大叔讲啊，这儿呢很久以前可能是茶马古道，因为他们搬进来呢也就是50多年吧。他几岁的时候，他父亲带着他搬进来的，然后他们原先也不住在这里哈，住在外面好像房子被烧了之后呢，他父亲不得已才带着他呢到这个地方重新建房子。当他们在这里重新建房子的时候呢，他们之前的住户已经搬走了，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住人是要追溯到几百年前，只是他们到这儿呢才几十年。我走过那么多地方，我觉得最像世外桃源的地方，从来的路上你们也能够感受到，对吧？要穿过那样的清江古河床，然后再到这里。而且刚刚这个大叔讲了哈，他边上这个深不见底的水池里面有大货啊，都有几十斤的鱼。喜欢钓鱼的，我觉得不妨在这里蹲守几天，看看能不能搞到大鱼啊。搞到大鱼的话，也可以跟大叔他共同来分享，对吧？那朋友们，这里的视频的话，大概就跟大家说到这里。我现在呢要返回去，还要开车到利川市去居住哈。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啊，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贵州安顺的关岭县。我们经常看武侠小说或者电视剧，会发现这个主人公啊，有时候从悬崖上跌下，有时候呢掉入山洞的深坑中。他们有的呢能发现武功秘籍，让自己修炼成绝世神功；有的呢会发现宝藏，让自己一辈子都衣食无忧啊。你们有没有想过，在现实生活中会有这么样的情形？哎，还真有。在我们贵州的关岭县啊，就有一部洪崖天书，地方上呢曾经悬赏100万让人来破解，至今呢都是个谜团。哎，今天阿泰呢就想去挑战一下，看看能当富翁呢，还是能成为绝顶高手啊！这个地方呢，不要门票的景点非常多，离黄果树就10-20公里。我们可以看到前方是灞陵河大桥啊，可以看看咱们中国的基建。这边写有关岭2个字啊，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然后透过灞陵河大桥往前方走，大概1-2公里呢，就是特别有名的滴水滩瀑布。我们的洪崖天书呢，就在这一座崖壁上。这个山下
中间这个有亭子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停车场啊，以前是不收费的，现在来到这里呢，需要收10块钱的停车费啊。不过人家要这个整理卫生吧，也是有道理的哈。步行上来走到这个洪崖天书的位置呢，应该就是10来分钟的时间就足够了啊。就走这样的小道啊，还是好走的，这边问题都不大啊。所以说，想来这边，特别是来黄果树玩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周边的小景点来玩一下。看得出来呀，朋友们，来这里玩的人还挺多的。这个山里面的小路啊，都走得这么光滑，哇！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洪崖天书的位置了，就在这一片崖壁上啊。这边也是小道，不知道通向哪里。那么现在咱们就到了这个天书的位置，来给大家看一下。这里是第一面的天书，给大家拍清楚，看看能不能破解啊？我看看我能不能认识俩字儿。这感觉没有任何的规则，怎么能认识呢？那个字像西方的西是吧？这个字像有，对吧？但是真的不认识啊。这是第一面天书崖壁，这个字有一个框框，里面又有一个不认识，是吧？就是那种感觉，这个文字好像是好几个朝代的文字叠加的那种感觉啊，它不是统一的那种，是吧？你比如说这个字和上面那个字可能就不是出现在同一个朝代。这里这个字呢，又像是有一个什么动物的那种感觉。哎，看来我这个资历是无法破解这个天书了。这只是其中一面崖壁天书。我们再往前面来看一下。这一面就感觉更加的难了，这一面就更复杂，是吧？大家看一下，这一面墙感觉就更加的复杂。这边有2个字是非常复杂的，它可能是很多字的一个合体，包括这边这一个字也是非常的复杂啊。整面墙呢都跟大家拍摄下来了啊，高手的话可以看看能不能破解，那破解得了真的有钱拿，有可能就破解出宝藏，对吧？这个也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文字。我们再到这个前方来啊，这里还有一片崖壁，这个地方这边的文字就更加的复杂一点，弯来弯去，有点那种鬼画符的感觉。这个大家好好看一下哈，我把整面墙的这个文字都跟大家拍摄下来。这边呢，应该是写的那种哪个朝代年月日的这个时间啊，这一面应该是写的是时间啊，就是刻这个天书的一个时间。大家好好来斟酌一下啊，希望你们能破解。反正我在这里看了半天，我觉得我这个资历太浅啊，我可能破解不了。真的非常的神奇。你看这里好像是一个圆圈，哎，这个字刚刚的那边也看到了，对吧？这里像一个口字，这个还真的是破解不了，我反正是没那个能力啊。各位强大的网友啊，你们看看你们能不能破解。有的朋友可能有疑问，这个天书怎么看去这个字体特别的鲜红啊？是这样的，这一面崖壁它是复刻的崖壁，
就是真正天书所在的原始位置呢，是在我后方那边非常高的那个崖壁上。大家可能是怕这个天书，经过长年累月的这个风化啊，把那个字风化掉了，所以说呢，当地呢就把这个天书完全1比1的方式呢复刻在了这几面墙上，供大家来参观和破解啊。如果你觉得你能破解的，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这一部洪崖天书啊，民间有3个传说的版本。第一个传说呢，是三国时候诸葛亮平定南蛮之后啊，后人为了赞美诸葛亮而留。第二一种说法，洪崖天书是一张藏宝图啊，在关岭地区呢，现在仍然流传着一首打油诗，说是洪崖对白崖，金银18台，谁要识得破，雷打崖去，抬秤来。它的意思呢，如果你能够破解这本天书啊，这些宝藏或许就在这个白崖的山中啊，说的是神乎其乎啊。在这一段打油诗的背后啊，还流传着一个故事，传说在殷商末期啊，当地泮阳柯部落的首领急火，不远千里呢去朝歌进献，商纣王呢就非常欣赏他，于是呢就回赠了价值不菲的金银珠宝给这个急火。那西南山区呢都是山地啊，急火来回折返呢花了1年多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啊，他的家乡被外族侵占啊，急火的山寨呢也被付之一炬，族人也被逼迫四处流亡。愤怒的急火呢，就将这些财宝啊埋藏在一座山洞之中，并在洪崖上留下了自己才能看得懂的这一部天书。随后呢，他便召集了四处逃亡的族人，发起战争。在这一场惨烈的战争中啊，急火和他的族人被全军覆没。至此呢，这一部天书再也无法被人破解。第三一种说法呀，洪崖天书是明朝建文帝所撰写的讨伐檄文。明朝皇帝朱元璋过世之后，皇太孙朱允文继承大统，称建文帝。朱允文因薛蟠得罪了燕王朱棣，导致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国统之战。燕军攻陷南京后，南京皇宫付之一炬，建文帝也失踪在这一场大火之中。朱允文呢，逃到了人迹罕见的山区中隐居很久，他时刻想着召集亲信东山再起。然而呢，随着朱棣定都于燕京，朱允文的影响力日渐削弱，势单力薄的朱允文始终无法如愿，只能将文字拆解组合成洪崖天书，写在了这一面洪崖之上，数落皇叔朱棣的罪行。他希望有朝一日被人破解这份天书之后啊，帮助他推翻朱棣，建立正统。这个洪崖天书呢，大概就这几个传说，但是也不确定是哪一个，直到现在呢，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朋友们，你们能够破解这部洪崖天书吗？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啊，说出你的高见。如果你能破解，那真的有可能有宝藏，也有可能是武功秘籍，大家说是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